据 CNN 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0号上午，乌克兰拉响全境防空警报，随后国内多个城市就先后遭到了导弹和火箭弹袭击，其中包括基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等重要地区。乌克兰总司令扎卢日内表示，俄军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75枚导弹，其中有41枚被防空系统拦截。这次俄罗斯的袭击也代表着战争再度升级，在未来乌克兰还将面临俄军动员的新挑战。那么乌军能否继续保持目前的战役主动权呢？下面大兵从俄乌双方目前的战备情况，以及乌军各地军事部署，以及国际上的军事援助等方面，对未来的俄乌战场做一下预测。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先整点实际的，先说说各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首先，大兵不得不承认的是，一直以来使用苏制武器的乌军，在换装美制装备后，也能发挥出很好的效果。自从6月份开始的僵持作战中，乌克兰军队在各个战线上对远程火箭炮、远程榴弹炮等的使用，是逐渐达到了熟练的地步。当然，乌军对火力运用的逐渐熟练，也离不开北约等国家不断的军事援助。在这几个月的战役中，乌克兰军队对俄军后勤补给点、军火库、主要铁路、公路、桥梁等实施了较为成功的打击。无论是海马斯，还是 PZH-2000，亦或是 AMG-88等装备，在乌军手中呢，都能带给俄军巨大的压力。不过，虽然在过去军事援助主要集中在火炮系统、火炮弹药与装甲运输车辆上，但是我想，随着俄军的持续动员，未来北约呢必然会加大武器的援助力度。特别是在今年10月份，美国的租借法案正式启动后，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西方援助武器。我想在经历过这次空袭后，乌克兰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更多的防空系统，来防止俄罗斯再度对乌地区发起袭击。如今已经到货的军援有32门 M777 榴弹炮，曾经参加了北顿双子城战役和在巴赫穆特附近的鏖战，损失情况不明。18辆 PZH-2000，大约在6到7月份到货。他们参加了在赫尔松的攻击行动，并且还在最近的哈尔科夫攻势中现身了。至少16个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该武器是在6、7、8月份之间分批到货的，而刚上战场就展现出了较为吓人的作战效率。在赫尔松、哈尔科夫的一系列战役中屡次发挥巨大作用。同时，乌军也根据海马斯系统开发出了一套独有的袭击战术，那就是以最小的发射时间间隔使用海马斯，与苏联时代的冰雹等火箭炮系统一起发动攻击。比如，乌军先是使用冰雹火箭炮发起攻击，这样就可以扰乱防空系统计算机。当俄罗斯防御系统用于拦截冰雹火箭时，海马斯的火箭弹就更容易击中他们的目标。除了海马斯之外，还有超过8个 M270 系统和66门 M109 自行火炮，以及6门凯撒自行火炮。而是在装甲车方面呢，则是50辆 KRIP 防地雷反伏击车，以及大约170辆 M113 运兵车。同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消息称，最近在波乌边境发现了大量的美制装甲车，而这些装备的最终目的地呢，就是乌克兰。由此可见，自从6月份以来呢，北约等国家的军事援助主要是集中在火炮系统上，这一点也大大增加了乌军的远程火力投送能力，使得前线俄军的后勤补给困难加大，迫使其不断收缩防御，或者持续增加防御的维持成本。而除了这些已经到货的之外呢，乌军在俄罗斯下达部分动员令时，还有10门 PZH-2000S 自行火炮、18门RCH-155 自行火炮、2个 M270 火箭炮、110辆 BMP-1、28辆 M55S、39辆 LAV-6 战车、150辆 KRIP 防地雷反伏击车等等一揽子装备呢，还在打包送货的路上。从这里咱们也能看出，即便是俄军已经发布动员令，乌军的主要武器方向仍然是以增加远程火力投送能力为主。我想造成这个原因的，还是因为之前海马斯、M270 这些装备在前一段时间实在是太猛了，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火炮系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当然，除了海老师之外呢，乌军还在大规模接收 PZH-2000等自行火炮，也可以看出未来乌军希望进一步增强对前线部队的即时火力支援能力。况且在最近的19姆库皮扬斯克攻击战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PZH-2000随着乌军的突击部队在前进。
相较于拖曳式火炮和旧苏式自行火炮，乌军明显要更加青睐这种新锐的德式战车。大斌认为，乌军在未来仍打算不断增强己方对前线机动部队的火力增援能力。随着俄军的动员开始，乌军更是需要不断地寻求新的突破机会，来压缩俄军战线，打击俄军士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增强机动部队的支援火力确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而除了这些到货的和没到货的，在俄罗斯发布动员令之后呢，各国对乌的军援也会更上一级。在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时候，乌军更需要的是能够用于前线作战的装甲车辆，使其能够组建更多的机械化旅或坦克旅部队。这一点呢，也是北约各国需要注意的。而美国就曾经有消息称，在未来有可能向乌援助坦克，或许在10月战场上，俄军就可以看到 M1 坦克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当然，北约的支援固然是重要的，可是无论是基辅战役、马里乌波尔战役，还是北顿涅茨克战役中，乌军所得到的军援是极为有限的。尤其是基辅战役，完全是靠乌克兰军队在基辅城外击退了俄军。俄乌两军在安东诺夫机场激战数日，俄空降兵部队曾一度占领安东诺夫机场，但最后又被乌军夺回。从始至终，俄军都没有能攻入到基辅市中心，也没能拿下乌克兰总统府。泽连斯基更是通过 AI 绿幕直播技术，把俄罗斯是骗得团团转。在此期间，泽连斯基还挫败了内部叛乱势力2次针对总统本人的斩首行动。毫无疑问，没有乌军的忠诚和专业，乌克兰是坚持不到今天的。那么在经历了这么久的战争之后，乌军当前的实力如何呢？首先要知道的一点，如今乌军的编制已经和开始是有所不同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扩军和整编后，乌克兰陆军有17个机械化旅、6个坦克旅、2个山地旅、5个摩托化步兵旅、4个步兵旅、2个步兵突击团、8个炮兵旅、1个火箭炮旅、1个导弹旅、1个独立总参谋部保护旅、1个总统旅、4个陆军航空旅、5个防空导弹团、17个后勤保障团、6个独立情报营，总共约35到40万人。而海军较少，目前仅有2个海军陆战旅、1个炮兵旅、1个火箭炮兵旅，约2万人。除了这些之外呢，空中突击部队有1个空降旅、6个空中突击旅、1个炮兵旅，约5万人。领土防卫部队有30个独立旅、26个独立营。这个部队呢，是乌克兰国防部按照每周1个旅的规模组织的防卫武装，约20万人。剩下还有国民警卫部队大约10万人，特种警察部队约2万人，情报局下属3个独立团级单位约2万人，再加上志愿者和国际军团2方面，乌克兰目前可以使用的单位总人数在85万人左右。自从伊久姆战役大捷之后，东部的乌军就转入了进攻模式。从9月6号的哈尔科夫攻势开始，这里的乌军呢是一路势如破竹，连续收复失地，夺回了哈尔科夫州全境。这里的乌军有3个机械化旅、1个空中突击旅、1个空降旅、1个坦克旅、5个领土防卫旅和1个炮兵旅。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这3个旅当中的第14机械化旅，该旅为乌军在顿巴斯的长期驻训部队，曾在9月11号解放了契卡洛夫斯克，并且公布了插旗视频。到了15号，该旅士兵已经证实其推进到了库皮扬斯克附近。由于他是最开始在北线发动进攻的部队之一，其缴获的装备应该较多，再加上受到的嘉奖，该部队的士气目前应该十分高涨，渴望再次取得胜利。在赫尔松战场，乌军继续使用海马斯等远程武器和空中力量打击俄军阵地和后勤系统，特别是渡河的桥梁和驳船。如今的赫尔松已经成为乌军最理想的围点打援地点。毕竟，如今的赫尔松俄军不管是人员还是补给，都只能由驳船或浮桥向北岸输送。这么做不但效率低，还时不时遭到乌军的打击，损耗相当大。根据测算，赫尔松俄军目前每天需要4000吨物资，但实际能收到的补给大约只有1/3，所以乌军根本没有必要强攻，只需要继续目前的火力封锁。俄军要么像基辅那样被迫撤退，要么不断填坑，持续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固守。因此，目前来看，两边的乌军依旧占据着战场主动权。但是，随着战果的扩大，乌军需要人填补的战线也就会越来越长。这一点呢，会大大分散乌军的兵力。
当然，俄军宣布动员之后呢，除了征兵，也会命令军事工业进入战时状态，使其工厂尽可能生产尽量多的武器装备，交付前线士兵来使用。不过，战争不是打游戏，军工生产能力也不是你加几个技能点充多少钱就能提高的。最近，美国媒体也在关注俄罗斯的军工能力。根据美国媒体称，目前俄罗斯正在以每天2000枚的速度生产152毫米炮弹。显然，这个数量的生产速度并不能和战场上俄军每天的消耗数量成正比。这么一来，就要考验俄罗斯的仓库深度了。而除了普通的炮弹之外，俄军现在的精确制导炮弹估计也有些捉襟见肘了。毕竟，俄军在这方面的库存确实不多 ，GDP 搁那儿摆着呢嘛。再加上都已经打了大半年了，祖上就是再有钱也经不住这么个打法。此前，美国估计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库存量已经下降到约40枚了，而其他精确制导弹药的库存已经不多了。目前，俄军在前线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持续下降，俄罗斯的动员固然是会拉起一大批临时部队，但是想要让这些部队发挥作用，除了培训之外呢，他们的手里也要有足够的精确制导和非制导弹药才行。因此，除了乌军本身的应对之外，俄军这个对手还有没有炮弹用，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最后，大兵在这次基辅遇袭中呢，发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疑点，那就是在这次乌克兰本土遭遇的爆炸袭击中，乌克兰似乎早就做好了准备。早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俄方还在谴责的时候，乌克兰政府就已经开始向百姓分发碘片，似乎是已经做好了承受俄军火力全开式打击的预案。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公开表示要更换防辐射药物。虽然这一切呢看似都是常规操作，但结合一下俄方此前发布的末日审判警告来看，如果俄军真的向乌克兰本土发射了战术核弹头的话，那么乌方百姓服用碘片来看，防备一下核辐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基辅独立报有消息指出，在爆炸发生90分钟之前就已经响起了空袭警报，政府更是在第一时间组织民众去人防设施避难。对于这次爆炸袭击所产生的杀伤效果来说，有一定程度的免疫作用。而对于这次的城市袭击，也只会激化乌克兰的血性，让乌克兰人更加坚定反攻的决心。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未来俄乌战争会是怎样的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